大家好，我是不短小也很精悍的星辰 UP 主新人。2024年3月一向儒雅随和的马斯克在社交平台疯狂开炮。这些人要么是最愚蠢的生态恐怖分子，要么是没有正确环保目标的傀儡。到底何方神圣让马首富如此大动肝火呢？原来几天前，柏林郊外的特斯拉工厂被策划了一起电网纵火案，导致工厂停电停产，短期无法供电，工人被迫疏散，周边6万住户陷入黑暗，预计损失数亿欧元。次日，特斯拉股价暴跌4%。不多时啊，一个名叫火山组织的德国环保组织认领了这项荣誉。这活咱爷们干的，他们扩建工厂居然敢砍树，这既不环保也不关心公众福祉，必须坚决铲除马斯克这种科技法西斯。德国警察对此无计可施，政府部门则不予置评。当然了，如此善果也是马首富调研不足，但凡他看了星辰我的视频，哪怕将工厂建在印度，估计都不会选德国，因为德国环保组织实在是名声在外。相比于火烧特斯拉工厂这类小事故，若干年前他们还曾主打了一项更伟大的工程。有请本场主角，连通欧洲的中心枢纽，英国高铁的复刻震撼，极端环保的标杆样本，德国严谨的最佳典范，耗时近30年仍无法预料工期的最臭名昭著的德国烂尾工程——斯图加特21火车站。Wo man ein bisschen dafür kämpfen muss, da fangen Sie an, dagegen zu sein. Diese Art von Standhaftigkeit ist genau das nicht, was Deutschland nach vorne bringt. Wir brauchen etwas. Meine letzte Aufforderung, sollten Sie nicht nachkommen, wird die Polizei. Wir stellen hier die Forderung schon an den neuen Ministerpräsidenten, an die neue Landesregierung. 提到德国，你会想到什么？享誉全球的工业4.0，或是有纸包的下水道？作为以严谨认真著称的工业强国，德国在不少人眼里一直都是质量好、效率高的代名词，如汽车巨头宝马、大众、军火巨头莱茵金属、制造巨头西门子，都是全球高端制造的代表。而德国效率呢，则体现在经济引擎铁路上。二战后，作为欧洲最大铁路运营商的德铁，每年运送乘客20亿人次，巅峰时准点率达到恐怖的95%。一系列事例的叠加，这才成就了当代4大名著中类似德国人素来守时迟到30秒钟都会挑剔，德国人的厨房告诉你什么叫严谨之类的佳片。美中不足的是，进入21世纪，严谨的德国人靠着基建3节、永远的工地、柏林博览登堡机场、险些烂尾的汉堡易北爱乐厅，以及今天的主角斯图加特火车站改造，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请你不要再迷恋哥，讴歌只是一个传说。早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高速铁路的兴起以及欧洲联系愈加紧密，地处连接巴黎、维也纳地理终点的德国巴福州提出了一项宏伟蓝图：如果能建立一条南接瑞士、北通柏林、西至巴黎、东到维也纳的欧洲铁路干线，将州府斯图加特打造成欧洲新中心，是不是很大胆呢？什么？这儿的车站是终点站设计，到站列车必须掉头？简单，改贯通式车站。主意倒是极好的，但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太费钱，算了吧。当时间来到1994年随着两德一统，欧盟成立，顿感站在了时代风口的德国将计划再度提上议程，政府决定了，德国铁路公司你来负责。应该说不愧是以效率著称的德国，仅仅1年后，德铁便与联邦政府、巴福州政府、斯图加特市政府签署了框架协议，预估总成本仅需48.93亿马克，各项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到1997年，连设计公司都选好了，就等一声令下开工了。然后项目遇上了81难，第一难钱呢？原因无他，德国人太严谨了。此时的德铁公司是由西德的联邦铁路和东德的国营铁路在1994年合并而来，这俩经营状况本就荡气回肠。仅1993年，联邦铁路亏损高达79亿欧元，几年烂摊子收拾下来已经是1+1小于0.1。
1999年，新任德铁 CEO 路德维希评估后表态，不行，这活忒贵啊，必须从长计议。对此呢，联邦和州政府充分展示了国家公器的担当。哎呀，不就是钱吗？咱德意志有的是金山银山，我们可以融资啊！没想到这一插手，给日后一场旷日持久的撕逼埋下了深远的伏笔。相比于拉胯的代阴高铁2号线，严谨的德国人思虑可谓周全。德铁充分规划后，出具了严谨的可行性报告。联邦政府争取到了欧盟的资助，州政府呢则协调各方对出资份额细致谈判，最终决定联邦出资5亿欧，巴福州出资6.8亿，德铁公司出资11.15亿，加上其他资金共28亿欧。考虑到不可控风险，州政府和德铁还额外认领了10亿欧的超支缓冲资金。一切妥当后，联邦交通部长蒂芬西、巴福州州长奥廷格和德铁董事会成员加博正式签署批准协议。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此时已是2007年，光规划就用了整整13年，从乌克兰销毁核武器规划到了嫦娥1号奔月。虽然计划有点缓慢，好在工程非常浩瀚。项目预计新建11条地下新线路，与巴黎到布达佩斯的高速铁路线相连。新修的菲尔德隧道能直达市区机场。另外，将投资20亿欧打通前往另一大城市乌尔姆的高铁线。最重要的是，新建的斯图加特双向贯通火车站一旦建成，届时时速250至300公里的 ICE 城际特快列车将无需进入总站掉头，就能畅通无阻往返于巴黎和布达佩斯之间呐。根据估算，工程开支绝对不会超过45亿欧，预计2021年前竣工。这也是斯图加特21的由来，绰号欧洲之星。如此利国利民的好事应该能一帆风顺吧。当项目刚刚批复德国绿党和各路环保组织便振臂一呼，召集群众抗议请愿。请把这集我看过打在弹幕上。此时德铁都懵了，咋了呀？修个破车站也动咱德意志龙脉了？你们这是吃黄豆喝凉水，没憋好屁呀！你有你们的，我们干我们的。眼看老爷们不当回事啊，环保组织立即上强度。从2009年秋季开始，每逢周一便例行示威。2010年2月，当工程正式启动后，那就更热闹了。当得知翻修火车站要砍掉宫殿花园的282棵古树时，数千市民迅速堵住工地，围起树木。How dare you！ 环保组织甚至组织人手在树上筑巢建屋，居住守夜。遇上这群活爹，施工方也无可奈何。我给你们种同样的新树替换行不？火车站北翼的工作呢，也遇到了麻烦。2000多名市民占领工地静坐抗议，理由非常伪光正，这是文化遗产。他们甚至试图游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个1928年的火车站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保护。很快更多的帽子扣了过来，什么破坏文化古迹呀，什么方便投机商炒地皮呀，甚至指责部分路段的新路线只节省5分钟，这是浪费纳税人的血汗，根本得不偿失。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价格太贵，对此德铁耐心解释是我知道这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铁路项目之一，但这是铁路公司、联邦政府、州政府和欧盟共同出钱呐。对于这些解释，环保组织的态度就一个：不听，王八念经，我们要抗议。经常评判的都知道，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面对这群虫子，州政府也怒了，他妈的，这群刁民反了天了！联邦警察出动。面对四处占领工地的环保组织，警察直接物理清场。随后，保护工人在工地周边建起围栏，这才勉强开工。而环保组织呢，也迅速调整战略，组织市民开始文攻武卫。整个市区可谓一片勃勃生机、万物竞伐的景象啊！2010年9月30日。眼看环保组织再次拉起了万人大游行，甚至准备前往州议会大楼痛陈利害，巴福州警方立即致电友邻，拉兄弟一把呀！刹那间各州警察带着高压水枪、催泪瓦斯火速驰援，双方立刻打成一片。尤其州警察局长斯坦普夫率领的600多名干警最为骁勇在火车站外与1000多人的示威队伍遭遇后，警察先一顿催泪瓦斯为前菜，然后出动高压水枪清洗，最后骑警果断出击，杀得环保组织是四散奔逃本次会战约400人受伤，1位退休老人被水枪击中，彻底失明。为了报复第二天斯图加特约10万人重返现场继续抗议，连德铁 CEO 也受到死亡威胁。
当警察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壮观场面也登上报纸头版，总理默克尔都惊动了。眼看闹得不可开交，德国朝野开始分帮划派。首先是已经离职的项目创始人建筑师奥托挺身而出，从专业角度反对项目，因为他发现该地区地质结构不适合地下施工，但被怼了回来。你这是屎壳郎掉进炒菜锅，装什么大瓣蒜呢？不过后面发现他真说对了。另外，主管交通的欧盟委员卡拉斯则登报力挺工程。连接巴黎和布达佩斯的铁路是欧洲的东西交通轴，斯图加特2.1就是核心，这一项目无可替代。斯图加特名流呢也呼吁立即停工，并举行项目公投，甚至当地天主教牧师都出面调停。在各方的压力下，正反双方终于坐上了谈判桌。在此期间呢，工程停工。然而足足1个月10多次直播调解，您猜怎么着？压根儿的没怎么着啊！双方战事继续。后来坊间又是一首怒发冲冠，工程处环保请愿，抬望眼，催泪瓦斯，水枪激烈，10万游行生河浪，600消冰乱语言，莫等闲，项目停工日空威胁。抗议耻，犹未雪，环保恨何时结？领铁骑踏破示威人圈，万人会战总理经，百余伤残欧盟劝，待从头停工1月后再开练啊！友好互动持续到2011年巴福州议会大选，市民们动员起来，打不赢警察，我还干不掉州长吗？最终，该州执政30多年的基民盟被选下台了，首位来自绿党且明确反对项目的克雷奇曼上位。这下好了，绿老爷上台，公投就来了。好消息是，2011年11月刚上台的绿党便马不停蹄举行公投。坏消息是，58.8%的民众居然支持工程。好消息是，顶着民主大义的项目终于好起来了。抗议营地火速拆除，环保组织作鸟兽散。2012年当扫清障碍的施工队雄赳赳气昂昂的开赴工地准备砍树，意外又来了。不好了，有6棵树上出现疑似金龟子排泄物，动保组织闻风而动看来这是重要物种栖息地虽然不知道有什么用，但是肯定有什么用，马上停工。根据欧盟法律，受保护物种的栖息地受到威胁，大型工程都可能被一票否决。欧盟当局立即叫停砍伐许可。无奈之下，施工队只得挨个排查鉴定。经过多年拉锯，监管局的第三方报告显示，这几坨屎可能是人为放着的，因为树干内没有金龟子栖息地的典型孔洞。调查组还在一树干内发现了装金龟子排泄物的瓶子，定是有人作案时不慎失手这一下彻底破案了。就这样就这么个破事居然把这么大项目拖延了2年半，经济损失数百万欧，图啥呢？图95吗？2015年风波稍歇，土木老哥好不容易开始大显身手施工现场呢又发现数千只沙蜥和碧蜥，这次是真的，真是濒危保护动物环保人士立即要求改变路线，被反复拿捏的德国铁路公司也麻了，这是铁路修一半不能拐弯我帮他们搬家行了吧？没法子，先停工，紧接着一通撕逼，最后决定请来动物专家挨个抓捕这群火爹，小心运送到6英里外安置，救援费、运输费、规划新栖息地费用以及健康监测费1500万欧又打了水漂，连带的工程推迟18个月。另外抗议者还提出，工程可能对斯图加特山谷的地下水位存在潜在影响，德铁公司不得不加钱安装了一套新地下水管理系统。更严重的是，之前建筑师奥托提出的地质问题逐渐显现。由于工程选址的地下岩层构成复杂，隧道挖一半出现渗水，施工方式几经修改，这下好了，钱花的更多。当然了，还是有好消息的。2016年9月，经过13年规划，外加9年筹备，项目主体新火车站正式奠基了。只不过包括州长克雷奇曼在内的多名政要纷纷表示，我大姨夫来了，没空出席奠基仪式，你们看着办吧。这个当年的明日之星成了爹不亲娘不爱。虽然工程破事多，但是钱扔的也快2016年项目预算从最初的45亿欧涨到63亿欧。2017年德铁再度宣布预算提高至76亿欧，2018年增加到82亿欧。
面对监委会的不断质询解释，铁路公司只能连连解释，只要线路能开通，一切都会好起来了。但问题是，2009年的协议只规定45油成本的分配，超支的钱从哪儿来呢？对此，巴福州、斯图加特市和德国铁路公司对增资比例再次谈判，尤其亏得荡气回肠的德铁，哎呀，咱本身没准备造新火车站呢，都是响应老爷的号召，那现在这样了，政府得管呢。但面对得加钱的要求，州政府非常坦率。虽然当年呢是我们提出要出资的，但我出资不等于我兜底呀。政府2011年就决定了不会承担超过45油的额外费用，并口头向铁路公司通报了。2016年，怒发冲冠的德国铁路将巴福州政府告上法庭，政府呢倒也不含糊，自家开的衙门还能输官司不成？最终经过8年拉锯战，2024年法院宣判，虽然融资协议存在所谓的超支谈判条款，但不代表政府有义务增加融资，德国铁路应负起全部财务责任。另外，本次诉讼费也得你们出啊！在打官司期间呢，项目也是捷报频传，建筑费、原材料大涨，加上地质风险，2018年的82亿欧的成本也不够了，至少110亿欧。经过多点改道、拖延，加上铁路状况恶化，导致列车降速，之前预想的连通欧洲，实际也就节省几十分钟而已。而新车站建设导致老旧的火车站台与候车区被泥泞工地隔开，甚至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铁路还关闭了博纳斯大楼进行改造，迫使旅客必须绕路。此处啊，我有一联，上联多方齐洽，经费累加，经济环保两开花；下联见面刀兵，胆战心惊，警察百姓一家亲。2024年最新消息传来，原定2021年完工，现调整为2025年底逐步试运行。最重磅的新中央车站至少要2026年12月才会开放。但即便那时也不会完全竣工，从机场向南的另一条线2026年才会开工，能否在2032年完工将取决于联邦预算，项目总预算飙到120亿欧，但到底谁来出钱依旧吵得风生水起。在严谨的德国呀，这还不是个例，如施工10年、长达5公里、耗资10亿欧的莱比锡城市隧道，还有花费70亿欧、修了20年、开业遥遥无期的柏林新机场，甚至8字没一撇的慕尼黑机场扩建。随着主打环保的绿党获得越来越多议会席位，如何平衡自然与建设的矛盾，正成为决定德国超级工程成败的首要因素。一桩桩一件件，正让德国效率从神话变成一个黑神话。